全世界有2亿4千万穆斯林正在等着去麦加朝圣，等待时间最长的要等38年。就在这个月，世界黄金协会告诉他们，你们的基金应该买黄金。今天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4月刚刚发布的最新专题报告。报告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最大的2个伊斯兰朝圣基金，印度尼西亚的 BPKH 和马来西亚的 Tabung Haji。这份报告里有一个结论，我看了3遍。黄金在印度尼西亚吨计价下过去20年的年均回报率 14%， 但最关键的不是这个数字，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一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基金可以合法持有黄金？这背后又牵扯出一个2亿4千万人的资金故事，我们慢慢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天这份报告标题是黄金在伊斯兰投资中的角色，朝圣基金视角，发布机构是世界黄金协会，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没有之一。他们的报告是全球央行、主权基金、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参考。这次他们把目光对准了一个大多数中文财经频道从来没讨论过的方向，东南亚伊斯兰朝圣基金。你能想象吗？你今天存了一笔钱，然后等你的孩子长大，等你头发白了，等了38年才用上。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很多省份朝圣者的真实处境。在东南亚，朝圣基金是国家级别的机构，穆斯林公民注册登记，缴纳一笔初始存款。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大约2500万印度尼西亚盾，折合美元大约1500美元。然后系统给你分配一个排队号码，你开始等多久？根据省份不同，从16年到38年不等，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是几十年。等待期间，这笔钱被基金管理用于投资，产生回报。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朝圣基金叫 BPKH， 截至2025年底，它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了2380亿印度尼西亚盾。自202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速 10.3%， 这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级机构投资者。这笔钱要干什么？根据报告，一个印度尼西亚朝圣者前往麦加的总成本大约是5500美元，其中 62% 由朝圣者自己支付，剩下的 38% 叫做收益价值，是这些年基金投资赚来的回报，用于补贴朝圣支出。换句话说，这个基金的核心使命是帮几千万个家庭在几十年的等待里，把一笔固定的钱变成足够支付朝圣的钱。任务要求很具体，保住本金，跑赢通胀，还要覆盖货币贬值。那这类基金现在的投资组合长什么样？以马来西亚的朝圣基金 Tabung Haji 为例， 57% 配苏克克伊斯兰债券， 27% 配伊斯兰合规股票， 7% 配房地产， 9% 配货币市场工具，大量固定收益，高度集中，分散性有限。世界黄金协会的结论是，这类基金缺少一个关键资产，而这个资产恰好是黄金最擅长填补的位置。但在我说黄金能解决什么问题之前，有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事情要先弄清楚。在伊斯兰教法下，黄金到底能不能买？我们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想第一时间看到，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伊斯兰教法对金融产品限制严格，所以黄金不能买。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黄金在伊斯兰教法框架下是被明确认可的合规资产，实物黄金是真实资产，有实物支撑，不含利息，不涉及投机性衍生品，这和伊斯兰金融的底层逻辑完全契合。报告原文是这样写的：黄金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资产，在朝圣基金组合中具有作为多元化配置的潜力，
但目前的配置极少，甚至完全缺席。部分原因是监管约束。所以黄金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买，而是为什么还没有更多人在买。那黄金在这类组合里能发挥什么作用？报告展示了黄金与伊斯兰合规股票之间一个非常独特的相关性结构。在市场压力时期，也就是伊斯兰股票大跌的时候，黄金与股票呈现负相关，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在正常市场环境下，黄金和伊斯兰股票几乎不相关，各走各的，互不干扰。在市场上涨时期，黄金又跟着股票一起走，不会拖累组合的表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性，跌的时候保护你，涨的时候跟着你，平的时候不碍事。数字呢？过去10年里，全球伊斯兰合规股票表现最差的10个月，黄金在其中8个月录得正回报，10次压力测试保护了8次。接下来这组数据是这份报告最核心的部分。世界黄金协会在这份报告里做了一个量化分析，他们构建了一个假设的朝圣基金基准组合，全球苏克克占 60%， 全球伊斯兰合规股票占 30%， 全球伊斯兰房地产信托占 10%。 然后他们做了1000次组合模拟，报告的结论是这样写的：在1000次组合模拟中，即使仅将黄金配置到 5%， 也持续改善了伊斯兰合规组合的风险调整回报。配置了黄金的组合在承担相似甚至更低风险的条件下，实现了相当或更高的回报。1000次不是10次，不是100次，1000次模拟结论一致。这里还有一个维度，很多人没想到货币风险。朝圣的费用是以沙特里亚尔结算的，沙特里亚尔盯住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印度尼西亚人或马来西亚人，你的本地货币跌了，你的朝圣成本就涨了。黄金是以美元定价的，持有黄金等于天然对冲掉了本地货币贬值的风险，这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是黄金自身属性决定的。报告里还有一组数字值得记住，过去20年，黄金以印度尼西亚盾计价，年均回报 14%， 而地上黄金的总存量每年只增长 1.7%。 相比之下，过去25年全球主要货币的货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长 7.3%。 货币越印越多，黄金越来越稀缺，这是黄金长期跑赢货币的根本逻辑。对于一个要等待38年的朝圣者来说，这个逻辑比任何短期价格波动都更重要。好，把今天的内容整理一下。第一句，东南亚有2亿4千万穆斯林在等朝圣，背后是规模庞大的国家级朝圣基金，核心使命是几十年保值增值，而黄金在伊斯兰教法下是合规资产。第二句，黄金与伊斯兰合规股票之间有一个独特属性，股票最差的时候，黄金最好。过去10年最差的10个月，黄金8次正回报。第三句，世界黄金协会1000次组合模拟的结论，哪怕只配 5% 的黄金，风险调整回报就持续改善，没有例外。这份报告最大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投资建议，它揭示的是全球一个几乎没有配置黄金的庞大机构资金池正在被世界最权威的黄金研究机构注意到。这个方向值得持续关注。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给我点个赞，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权威机构报告，点一下订阅不会错过。评论区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如果东南亚朝圣基金真的开始大规模配置黄金，会对金价产生多大影响？评论区告诉我。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我们下期见。